来吃很多观众推荐的3两春生煎，反正看网上评论说是浦东第一生煎包。我看图片肉馅儿好像还是挺新鲜的，所以今天来验证看看。还吃了菜饭和陈皮牛肉，看看到底咋样吧。现在去浦东吃生煎3两春，他们说浦东最好吃的。这边这条街那么多，10多年没来了吧？以前有这店吗？尝一尝啊，说浦东最好吃的，看肉馅咋样。我就不介绍半发面还是全发面了，因为我的频道不太喜欢读那些用 ChatGPT 1分钟就能查到的资料。我们现在看这个肉馅还是稍微腌制过一下，但是看颜色还是挺新鲜的那种，会比一部分的连锁店供应链的肉馅新鲜很多。反正手工包这个东西是比较基础的，连锁店也能做到，主要就是看这个肉馅是不是今天腌制的新鲜肉，或者直接就放了点葱姜水，放了点盐，都不用怎么腌制的。青浦那个西部生煎就基本上是那样。现在看它这个面皮是挺厚实的，而且也比较均匀，面皮确实是有点技术含量的，等会吃了就知道了。这现在买的是筋，我觉得筋。你们这个肉看着还是新鲜的。那新鲜。没接我话，可能因为有点忙。但有的商家他特别新鲜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是怎么新鲜。他这个生煎包的做法就是市区的做法，跟小杨生煎类似，跟西部生煎、青浦郊区做法完全不一样。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视频，看一下生煎包弄好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就是真正偏生煎馒头这样的，就比较像个馒头。虽然小杨生煎跟它做出来有点像，但它的生煎包是我唯一觉得真正像生煎馒头的生煎包，特别像馒头。特别是吃到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什么叫生煎馒头。等会儿再说。其他那些生煎包如果叫生煎馒头的话，那我都有点不理解，完全形容不准确。但这个是完全可以称为生煎馒头的。所以现在我就告诉大家结论，我也不读那些网上说什么半发面、全发面，让你听不懂。我就告诉你什么叫生煎馒头，就是直接生煎包上面吃的跟馒头口感一模一样的，就叫生煎馒头。这些知识不是说你看网上或者复制别人的资料科普去查做功课能让你懂的，只有你真正吃到这些店，你才能懂什么叫做真正的知识，而不是抄袭的、复制的。其实你们如果喜欢两个图片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就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生煎包确实上面又圆又白，特别像馒头。小杨生煎也有点类似这样，但是吃的完全不是这样。青浦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还是放个青浦的图片吧。青浦的就是完全都是脆口的，它这个就是上面能吃出馒头的感觉，下面是脆口的。所以它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当然可能郊区跟市区的做法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今天吃的是上一锅冷的，刚做出来的体验在视频最后，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最后了是吧？就等会儿不做了吧？啊？不等了。哦，是我的。哦，下班了。对，结束了。继续说。菜饭。很喜欢搞醋，我不搞。菜饭是你的是吧？菜饭是偏蔬菜鸡那种软烂的。菜饭好像还是正宗的，完全不咸，应该是一大锅焖出来的菜饭。味道还行吧，咸肉有点太咸了。先给你们体验一下这个冷掉的生煎包，皮不错，挺脆的，肉还行吧。
单独尝一口肉肠。像这种冷掉的，有点体验不出来馒头的感觉，后面又吃刚出来的就有了。这是鲜肉做的，对，这里还可以吧？但是我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从生肉在这个店做的。肉馅倒是没有猪夹气，老板跟我说他们洗的特别干净，如果猪皮冻洗不干净就会有味。这是一个牛肉，30多，有点贵。牛肉特别老，特别柴。牛肉不行，这个牛肉他推荐我点，我真的完全无法理解。还有点咸菜。菜饭算正宗的咸酸饭，就是比较软糯的那种，不是说像用锅炒出来的，应该是用锅焖出来的。有些菜饭就是炒饭，其实目前吃到这个冷的生煎，就是皮是脆的，但是体验不出来馒头的感觉，肉没有猪夹气，还算新鲜，但是也有点小问题。一会儿我又买了点新鲜刚出炉的，然后再给你们测评一下。这个牛肉千万不要点，又老又咸，没用心做。菜饭做的还是可以的，比较正宗，比较软糯。虽然你们感觉有点湿，可能有些吃不习惯的人会吃不习惯，我还觉得挺不错的。反正这些菜饭打包晚上回去吃，现在是吃不完。我再去买点生煎包给你们测评一下刚出炉的生煎包是什么味道。后面我回家把菜饭吃完了，味道确实可以的，比较符合我的个人口味，也不咸，除了那个咸肉稍微有一点点咸，牛肉浪费了吃不成。刚出锅的再试一试。市区的小炉是上软下酥，小羊也是这样，这是正宗的，上面是馒头的口感。上面是馒头，下面是脆的。如果想体验生煎馒头的，可以来这家店试试，还是值得来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它的面皮，肉馅不是太喜欢，但是肉馅还是比那些连锁店好很多。这家店还可以，就肉差一口气，皮真的挺完美的。这个就能吃出来为什么叫生煎馒头，上面是馒头的口感，下面是脆的。这种生煎馒头其实你要说有啥特殊的味道没有，主要是面皮好吃。肉的话是鲜肉，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处理太多的肉，肉一般，皮是真好吃。专门来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感受一下，这正宗一点。